4700，又没守住，金价冲高回落，一夜重挫近100点，收报4653，连续3天买盘在4700这道门前撞了回来，昨天更是直接跌了 0.88%， 把前一天的涨幅几乎全部吐了回去，白银也没能幸免，同步回落将近 1%。就在所有人屏息等待明晚那场重头戏之前，黄金先自己踩了一脚急刹。这一脚急刹，到底是历史高位见顶反转的开始，还是大数据出炉前的一次洗盘蓄势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，星期四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这段行情，也提前看看今天该盯紧的地方。先照例郑重提醒一句，我在节目里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是帮你梳理行情的思路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自己独立判断，独立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收在4653，下跌 0.88%， 白银收在 68.03， 下跌 0.96%， 两个品种同步从高位回落。第二，今天最大的推手是美债收益率保持坚挺，美元不软，再加上明晚核心 PCE 和美联储主席讲话之前，大批资金选择先落袋为安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一个数字是黄金4650这道短线生死线，守住回调就还只是洗盘，跌破性质可能就变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感觉，昨天这一天贵金属市场的关键词就2个字，变脸。黄金在亚洲和欧洲时段还维持在4690上方，一度逼近4700，可一进入美国时段，卖盘就压了下来，价格一路滑到4650附近才勉强站住，最终收在4653，全天跌了 0.88%。白银几乎是同一个剧本，从69下方一路回落到68一带，收在 68.03， 跌幅还略大一点，接近 1%。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记得，昨天我特意说了一句话，先看4650和4740谁先破。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一半了，4740那道天花板，价格连真正碰都没能碰到，冲到4700下方就被挡了回来。而4650这道短线支撑，昨天被结结实实的测试了一次，收在4653，算是惊险守住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是回调洗盘的这一方暂时占了上风，但真正的生命线还没有丢。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高位的多头开始撑不住了，还是聪明资金在大数据出炉前故意先洗一洗浮筹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整期节目要一层一层剥开来回答的核心问题。把镜头拉近，先说黄金本身，这波回落放到更大的图里看，其实一点都不意外。黄金在过去2周是一口气从4421带冲到了4697的历史高位，2周涨了差不多270美元，这个速度是相当猛的。涨得越急，堆积的获利盘就越重，一旦冲不动，回吐也就来得越快。昨天4653的收盘，相比前一天的4694.5回落了41个点，本质上是一次高位的获利了结，而不是什么基本面突然恶化。从结构上看，好消息是黄金现在的收盘价依然稳稳地站在50日均线4208和200日均线4593的上方。这2条均线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中期和长期的成本线，只要价格还在它们上面，趋势的大方向就还是向上的。我常打一个比方，这就像爬山，你冲得太快，中途停下来歇一口气，擦擦汗，这不叫下山。只要脚还站在半山腰以上，你的方向依然是往上的。眼下黄金就是在半山腰上喘气，而不是掉头往山下走。买方目前依然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，
只是短线冲得太快，需要停下来缓一缓。真正需要警惕的信号是价格如果放量跌穿4593那条长期生命线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，那才叫真正开始下山。这一点我们后面技术面会细讲。再来看看白银，昨天白银收在 68.03， 跌了 0.96%， 比黄金略微多跌了一点点，但整体还是紧紧跟着黄金在走，没有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。我们看金银比价，现在大概是 68.4， 和前一天的 68.3 几乎持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波下跌是黄金和白银被同一股力量一起往下带，而不是白银自己出了什么问题。白银现在的位置有点尴尬，它站在50日均线 61.6 的上方，这是好的一面，但头顶还压着200日均线 71.7， 这道大概一直没能收复。所以现阶段白银更像是黄金，一个高波动的影子。黄金稳，它就跟着稳；黄金一跌，它因为弹性更大，往往还会跌得更急一点。价格说完了，我们来说说昨天到底是谁在背后按下了这个卖出键。最直接的两个推手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昨天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4.7% 附近的高位，没有回落，美元也保持的比较坚挺。这两样东西是黄金最直接的对手盘。这里给刚接触的朋友把背后的道理讲清楚。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一块金条，它并不会给你利息。而美债收益率代表的是你把钱换成美元，去买美国国债能拿到的无风险回报。当这个回报越高，尤其是扣掉通胀之后的真实回报越高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。同样一笔钱放在能生息的资产上更划算，资金自然就有动力从黄金里流出来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规律，真实收益率往上走，金价往往承压；真实收益率往下走，金价往往受益。昨天收益率不肯降，正是压住金价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昨天更关键的一层其实是情绪和仓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明晚，也就是周五，美国要公布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标尺核心 PCE 物价指数，紧接着还有美联储主席的重磅讲话，这是本周分量最重的一场大戏。在这种级别的数据出炉之前，很多前期在高位赚了钱的资金都会选择先落袋为安，把仓位降下来，避免被突发消息打个措手不及。这种集体性的获利了结本身就会形成卖压，所以昨天的回落，与其说是利空砸盘，不如说是大战之前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先退了一步。再说说避险这条线，老实讲，昨天并没有出现新的能够点燃避险情绪的突发地缘事件，全球的风险情绪相对平稳，这其实也是金价回落的一个背景原因。当市场没有新的恐慌需要对冲时，前期因为避险买进来的那部分资金就少了继续加码的理由，甚至会有一部分获利离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避险这条线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平静的时候，黄金少了一个上涨的推手，可一旦哪里冒出新的风险，这些资金又会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涌回黄金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地缘这条线现在是背景，但要时刻放在雷达上，因为它随时可能从背景变成主角。那美联储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这也是明晚那场大戏的核心。目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美联储在9月大概率会开始降息，把政策利率往下调。这也是过去2个月黄金能够一路走高，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底层逻辑。因为降息意味着未来的利率会往下走。我们刚才说过，黄金是不升息的。当美联储降息，真实利率往下走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，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就上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理解成，市场其实是提前把降息这个好消息买进了金价里，但这里藏着一个风险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买预期，卖事实。如果明晚的核心 PCE 数据不够软，甚至偏高，
那市场就要开始怀疑，降息还能不能如期落地，幅度会不会打折扣？一旦这种怀疑升温，前面抢跑买进来的资金就可能反手获利了结，金价短线就会承压。反过来，如果 PCE 够软，美联储主席的口风偏鸽，那降息预期会进一步被夯实，金价就有底气再往上冲一冲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明晚的一份数据，一场讲话，几乎决定了未来1-2周黄金是往上突破，还是向下回踩。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大家宁可先减仓，先观望，也不愿在数据出炉前重仓压一个方向。在这种不确定性最大的时刻，控制好仓位，耐心等答案揭晓，本身就是一种聪明的做法。从技术面来看，几个关键位置，我帮你标得清清楚楚。上方第一道阻力就在4700这个整数关口，也是这几天反复冲、反复被挡回来的地方。再往上才是4740那道更硬的天花板。下方第一道短线支撑，就是昨天惊险守住的4651带。如果这里失守，下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，是200日均线4593。我一直把它叫做多头的生命线。万一4593也丢了，那就要往4500去看了。所以短线的攻防就浓缩在4650到4700这个不到$60的区间里，谁先被有效突破，谁就决定了下一段的方向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大约在 70.2。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一个指标，数值越高，说明买盘越亢奋，越接近超卖；越低，则说明越接近超卖。70通常被看作超买的分界线。70.2这个数字意味着黄金刚刚从更早几天的超买状态里稍微降了降温，但依然踩在超买的门槛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前期涨得太急，累积下来的透支还没有完全消化干净，短线继续回调，震荡整理的空间其实还没有走完。这也正好呼应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， RSI 还挂在高位，恰恰是洗盘回调这一方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证据。白银的技术面就相对简单一些，上方的压力先看 69.51 带，那是最近几天的高点密集区，再往上就是200日均线 71.7 那道尚未收复的大盖子。下方的支撑先看66附近，白银自己的14日 RSI 大约在 62.3， 比黄金低了将近8个点，还处在中性偏强的区域，并没有进入超买。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，它反过来告诉我们，这一轮真正被资金追捧、被买到超买的是黄金，而白银只是被顺带着抬了一手。所以只要黄金还在高位震荡，白银大概率就继续跟随。想看白银真正接棒领涨，得等它带量站上 69.5， 甚至收复 71.7 那道大盖子才行。说到这儿，必须给大家郑重的提个醒，现在的黄金是站在历史高位上，任何在高位的品种，波动都会被放大，风险自然也更大。RSI 还挂在超买边缘，明晚又有核心 PCE 和美联储主席讲话这样的重磅事件，行情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个数据而剧烈跳动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谨慎，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前面涨得好，就在高位盲目追进去。白银弹性更大，回调起来往往比黄金更凶，追高的风险只会更高。不管你手里是多单还是空单，都请保持冷静，设好自己的止损，用你输得起的仓位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，守住本金，永远比抓住每一个波段更重要。好，最后我们把今天到本周该关注的掰开揉碎讲清楚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眼前最大的变量毫无疑问就是明晚，也就是周五公布的美国核心 PCE 物价指数，加上美联储主席的讲话，这是决定短期方向的胜负手。关键位置上向上，黄金要先带量突破4700，才有机会去挑战4740，去打开新高的空间。向下
4650是短线的生死线，只要守住，这一轮就还是健康的回调洗盘。可一旦放量跌破，就要去回踩4593那条生命线，甚至看向4500。两种剧本对应两种数据结果 ，PCE 够软，口风偏鸽，就走上攻那条路；PCE 偏高，口风偏鹰，就走回踩那条路。那长线怎么看？把镜头拉到几个月的维度，支撑黄金的那些根本性力量，其实一个都没有变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在延续。美国的债务包袱越背越重，再加上一旦降息落地，真实利率往下走，这些都是黄金中长期的坚实底座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短线因为高位超买加上大数据在即，需要偏谨慎，甚至要做好回调的准备。但长线向上的格局并没有被这一两天的回落所破坏。短空长多，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。短线讲的是几天到一两周的波动节奏，长线讲的是几个月的趋势方向。一个是天气，一个是气候。你完全可以一边为眼前的回调系好安全带，一边对大方向保持乐观。对不同的人，这两条线的意义也不一样。做短线的朋友，4650和4700是你眼前要盯的胜负手，而真正做中长期配置的朋友，一两天的涨跌其实没那么重要，你更该关注的是央行购金和降息这些慢变量有没有转向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一脚急杀到底是见顶反转还是洗盘蓄势？我的判断是，在4650和4593还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，它更像是一次大数据前的洗盘，而不是趋势的反转。真正能让我改变看法的信号只有一个，放量有效的跌破4593。在那之前，我送给大家今天的一句话：4650守住是洗盘，跌破才是反转。本周接下来的日程也帮你排一下，最重的就是周五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和美联储主席讲话，再往后9月初有非农就业数据，9月中旬还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，每一场都可能牵动降息的节奏，得一个一个盯紧。好，那今天的问题就留给你，你觉得在明晚的大数据之后，金价会守住4650，还是会被一把砸穿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再次强调一遍，以上所有的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思路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点位和判断都可能出错，请你务必独立决策，盈亏自负，时刻保持谨慎，守住本金，理性看待每一次波动，才能在这个市场里走得长远。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，你就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